不懂，我还记得你讲过一句话，你说川普就是一个大流氓，他是一个大商人，他没有不敢赚的钱，没有不敢说的话，没有不敢做的事，他吃你喝你打你，你还要跟他说谢谢。我觉得这次里面他去打伊朗，伊朗的重点是我把你油给控制了，油控制了以后，你伊朗的油不能卖给中国，不能卖给中国。现在居然他就传了一个话，还不知道去见习近平吗？他就讲，伊朗的油买不了了，你来跟美国买石油。他没有讲伊朗石油买不了，但是他透过贝森特，他财政部长已经跟外面放话，他说我们4月份，现在改成4月份啊，要去访中。访中的时候，我们的采购项目啊，有什么原来讲的什么大豆啊，什么飞机引擎啊，什么一大堆，还有一下大家吓一跳，买石油，不会跟他买石油，他跟美国买石油跟天然气，他傻住了，怎么有这个项目跑出来？哦，原来他已经要准备，他说是要把美国的石油卖给他，卖给中国。但我看不是啊，我看他准备把伊朗石油卖给中国，要透过他嘛，所以这个就叫什么？知道吗？叫什么？我们台湾，我们在乡下，我们以前黑道讲的嘛，这是叫做卖兄弟茶嘛。对，兄弟茶，兄弟茶，兄弟茶，我就是强迫你嘛，我就是强迫你，就是你非买我不可啊，因为他已经看穿了嘛。意思就是吧。兄弟呀，胖牛啦！对呀，你看到中国这段时间的表现，中国大陆表现很捞嘛。今天看出来了嘛，王毅听说派了特使要到欧洲全世界重要国家去访问嘛。对，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代表什么？很简单，如果我是老大，老子昨天就跟你呛虾，我说伊朗也不能打，再打我就跟你干嘛，一句话而已啊。这种是派兵嘛？跑去。不是你呛虾也可以，不要派兵啊，你用讲话骂人也可以啊。他不是连骂都不敢骂，他去制造国际舆论。我跟你讲，这个一下有川普就不鸟你了嘛。他会看，哎呀，你唔敢跟我玩 gay 啦，唔敢跟我修怕，你看着吃定你了，马上跟你讲石油卖给你，后面来了吧？川普这2天动作很多，这是一个大动作，还有一个动作你不要忘记了。什么？伊朗报纸上通过，他跟 Axios 讲的嘛，对不对？他跟美国的这个媒体讲。他说：“这个哈姆尼的儿子跟这个革命卫队要来接这个接班人的话，我不同意。”他可以决定伊朗的接班人。他不能，他后面一句话没讲。如果他们不甩他，真的就把他的接班人把他排出来，是他哈姆尼的儿子跟革命卫队结合在一起的话，他不是有88个专家，他就杀了，他会干什么？他就杀人，他马上就干掉你嘛。我们2个昨天不是讲到判断一个2个可能性了，谁接班嘛？对，一个是革命卫队嘛，一个是他的另外一个国防军嘛。结果没有错啊，他在打革命卫队嘛，所以国防军一定有人跟他在接头。而且他讲得很白啊，你今天是革命卫队，你今天是哈米尼的这个儿子，门都没有。我不同意，而且这件事情我要参与。伊朗选总统、选领导人，干他鸟事！他要来公开讲参与啊！还说这个不是流氓是什么？对，这不是黑道，这不是黑道，这个世界最大黑道是川普，所以他这样子干的方法是什么意思？所以后面他更厉害一个，他把以色列讲的话告诉大家。以色列怎么讲？以色列说啊，我们要他越混乱越好，我们不跟他谈判，要跟川普讲，我把他杀到底。全部杀光光，对，以后把他这一次斩草除根，他会告诉你说，以色列在旁边啊，你们等下我放狗咬你啊，他的招数一大堆啊，完全跟黑道一样，你不觉得吗？可是你觉得黑道老大的价值其实在什么？你知道吗？维持秩序。黑道老大如果不能维持秩序，小弟我也不要交保护费啦。那你这个黑道老大，你要维持秩序，你至少把那个所谓的荷姆斯海峡给我搞定啊。他不是这样。川普的所有的作为只有一个方向，他只看上的有资源跟有钱的人，他不会去，他有没有去搞北韩？没有，他不搞北朝鲜，你看到没有？那个穷光蛋，他不要理他，你知道吗？他要找台湾有钱。你看他对高市早苗好不好？好，5500亿哦，这沙烏地阿拉伯好不好？好，都是上兆美金的。他只跟有钱人交朋友，有钱的客人跟我的原则一样，我只交有钱人朋友，穷光蛋我不往来的。所以交有钱人的朋友，然后勒索有钱人，恐吓有钱人，在勒索谁啊？勒索谁？勒索中国大陆嘛，对不对？兄弟茶卖到中国大陆去了嘛。所以川普的逻辑要搞清楚，你没有钱啊。他根本你连这个比心啊，他现在不谈了，你看到没有？为什么不谈比心呢？因为比心帮他赚钱。对，台湾是比心，你忘记了吗？是那个桌子，他说中国是个桌子，台湾只是个比心，这也差太多了吧？对啊，所以川普只是看上有钱的或有资源的，
否则他根本连理都不理你，他连跟你吵架的兴趣都没有。好，所以你长期研究美国，而且过去半年你也都在美国，他就搞不懂啊。你是一个堂堂的美国总统，你应该仪表堂堂，你应该说话算数，你应该维持世界秩序，就这些东西他都不管了。对，其实川普这样，川普他在第一任的时候，他其实最讨厌就是干预外国战争，结果第二任他到处干预战争，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第二任了嘛。他后面不用再连任了嘛？对。那美国总统不用再连任的情况之下，他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哈。他现在想干什么？对，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最近打战打到好像有点心得了。对。就是说这个战争可以把所有这个全世界的美国，而且说的股票有跌又涨了，你看吗？本来打了昨天好像跌啊，今天好像又涨嘛。所以对于川普来讲，他觉得这个过去你们这个传统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家看你们全部看错了，我就是要创造一个我自己非建制派属于川普的一个历史的新的定位。以前吴总曾经讲过。你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你作为一个世界的霸主，你要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你才感觉到你自己的权力跟威力？两个，一个是阅兵，一个打仗。我觉得川普根本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才可以感受说我是老大，我才是影响世界的王，我才是凯撒，我来我看我征服。更可怕的是，他还讲说我是美国总统的 GOAT， 他是真的这样感觉吗？其实我们平心而论，其实川普已经在往威权这边倾了。那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是三权分立嘛，行政、立法、司法。那最高法院法官也打哈连嘛 ，IEPA 把它宣告违宪嘛。那国会呢，基本上对于美国总统出兵没有寻求这个许可，他们也很气嘛。可是美国总统毕竟是总统制国家的总统，所以他有很多的资源，他可以先打战，然后定位说这个不是战争，所以不用经过国会。他可以呢，你这个关税，你认我这个你认我这 IEPA 违宪，我就用其他方式。那虽然说比较慢来讲，他还是这样搞。所以对川普来讲，他其实有很多他可以去生长的一个空间。只是我要特别注意，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习近平跟川普，我们都知道，中国有70%的这个石油的供应，就是需求是由外面来供应的。那另外呢，伊朗90%的油都是卖给中国，所以对于中国跟伊朗之间的这个所谓的脐带链，那川普是想把它斩断。那一斩断的话，其实最痛的反而不是伊朗嘛，伊朗就已经没办法再烂了嘛，哈 ，nothing to lose。可是对川普来讲，对习近平来讲，这关系到习近平的痛。所以我们知道，刚刚那个世聪有讲说，我们已经8天没有军机绕台，没有共机绕台了，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习近平会怕。好，为什么？因为4月份现在他们要谈了。那如果川普马上又变脸，我认为川普对习近平最近应该还会有几波的变脸。那这个变脸呢，其实就是累积垫高川普跟习近平谈判的那个筹码。那你有可能看到川普给习近平洗脸，但是我觉得整个大的局势来讲的话，美中是在融冰没有错。那川普到头来，就像刚才吴董讲，他还是要赚钱，他只跟有钱的这个有权力的朋友交往。哦，那太穷。那台湾其实我们也不要做什么有钱有权力，我们就做一个川普旁边哦，看看能不能够协助他完成他这个历史定位的一个小的一个很重要的螺丝钉嘛。吴董有一个我看不懂，以前在讲邪恶轴线是吧？北韩、中国、俄罗斯跟伊朗。你现在连委内瑞拉都处理了哦，你现在处理了伊朗哦，你现在等于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对付的是中国，更不用讲俄罗斯，俄乌战争是你极力要处理的。那北韩怎么没有声音？我们看到了金小胖最近很紧张啊，金小胖最近不断的在试射飞弹啊，而且他现在透过的这个内部的整合，他又重新担任了这个总书记。难道现在在这种无风无浪的状况下？现在川普有可能把手伸进来吗？川普现在不会去管北朝鲜，不会管北朝鲜嘛？他要看的是钞票嘛。北韩是个穷光蛋国家了，是不是？只能够卖一些劳工劳力，也没有资源，也没有现金，就是给你搞核弹，他闹那个干嘛？对，一点意义都没有啊。你说川普不想搞他？川普当然不想，没有钱的地方他不会去的。啊，所以我还在讲这个日本的那个国防部长那个官方长官讲的话，他说川普是万物皆可卖，他没东西卖，他跑去北韩干什么？那么穷，对不对？有台湾是他什么都可以交易。台湾是对他来讲重要国家，为什么？没有台湾的台积电的话，他拿什么去恐吓中国大陆？对。他的 AI 怎么去控制啊？而且他争霸也要靠台湾，对，他的生产力也要靠台湾，那飞鸿工业也要台湾。刚刚我们谈到了哈，刚刚我们这几位专家谈到，我们台湾有一个护国神山，有第一座护国神山。刚刚谈到的第二座护国神山，就是我们的精密机械啊。我们台湾价值很大啊。我们我们的卫星工业从开始，我们有第3个护国神山，越来越多，你知道吧？所以走飞鸿产业链以后，这个对川普有价值。对，那我们是对川普非常有价值的地方。那北韩是相对来讲的话，屁都没有，鸟蛋金光哦，一穷二白，他跟他混干什么嘛？
混了半天都要给他钱，他不跟你搞这个。所以你说金小凤北京面晃来晃去的，也没人理他。那是穷开心。你看过穷开心没有？就是穷开心，郑丽文也是一样，穷开心，250穷开心嘛。搞到后面就一场空啊，就是讲神经病。所以我这2天试射飞弹，我这个所谓的视察我的战舰，然后把我的女儿带出来，把我女儿弄成接班人，然后搞得风风火火。刚开始的时候是每一次试射飞弹，日本很紧张，然后南韩很紧张，都要跑去美国，要跟白宫见面，要去告洋状。现在没人理他，连台湾的完全没有戏唱，没有用的嘛。对，因为他的角色已经被设定得很清楚，就是说他就是属于俄罗斯跟中国的一个附庸。对，然后最重要是，川普在第2任的逻辑，他的治全球，他的统治世界的逻辑改变了嘛。他第一次爽到在哪里，你知道吧？在中东，凯达给他一架飞机，一架飞机多少钱？ 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